好耶，又来给各位老铁做老铁的视频了。视频开始之前，先声明一下，本期视频的所有数据还有测试均来自于创作体验服，有可能会和正式服有所差距，大家届时还是以正式服为准。一句话总结云梨，那就是强化版的克拉拉。之前我们都说克拉拉有汤达人这样的称号，那云梨这个角色可以说是一上来直接把整碗汤都端走了。只要我们的小云梨站在场上，那么对面的怪可以说是动都不敢动，一动就掉一大管血。并且小云梨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点，那就是星穹铁道它虽然是一个回合制游戏，但是云梨却能用来打动作游戏才有的弹刀，而且它的弹刀可以说是主要输出来源了。所以云梨的定位是一个你需要靠手动来进行弹刀才能达成输出最大化的角色。那么还是老规矩，视频开始之前呢，我先给大家详细解释一下它的所有技能机制。本期详解技能机制呢，我就不推荐任何人跳过这一段了，因为它那个手操弹刀，我希望屏幕前的所有人都能听懂，听懂了再去看实战。先来说普攻，普攻是一个平平无奇的物理普攻，实战中基本上用不到。普攻的话，你不点都是可以的。战技，使用战技的时候，回复云梨30%攻击力加200的生命值，然后对指定目标造成120攻击力的物理伤害，对相邻目标造成60%攻击力的物理伤害，也很好理解。来给大家演示一下，使用战技的时候先回血，正常堆仪器的情况下，一次能自奶2000多点血，这回的还挺多的。回完血后对对面造成物理扩散伤害，很容易理解吧？接下来他的天赋。当他受到敌方目标攻击后，会额外恢复15点能量，并立即向攻击者发起反击，反击倍率和 E 技能的倍率是一样的，并且发动反击的时候，他的攻击力会提高30%，持续1回合。只要他没被控住，这个反击就是可以无限次数触发的。接下来重头戏来了，他的大招。首先，它的大招和银之一样，可以存2个，并且在使用的时候呢，它只会用掉1个，不会像银之一样把2个都给它用掉。大招本质上是一个格挡技能，云梨在使用大招的瞬间会让敌方全体陷入嘲讽状态，并且让自己下一次攻击的爆伤提高100%。然后释放大招之后，分为格挡失败和格挡成功2种情况。格挡失败的话呢，对主目标造成220的伤害，然后对相邻目标造成110的伤害。格挡成功的话，不仅对主目标造成220的伤害，对相邻目标造成110的伤害，同时还会额外造成6次随机的72点的单体物理伤害。说人话就是，格挡成功的话，伤害近乎是格挡失败的2倍。那怎样叫做格挡失败？怎样叫做格挡成功呢？我先给大家演示格挡失败的情况啊。他在释放大招之后，他的格挡只会持续1回合。这个1回合的判定非常严格，包括队友的1回合和敌人的1回合。比方说，我霍行动1回合 ，OK， 1回合过了。它叫格挡失败了，这个伤害就是一个非常刮痧的格挡失败的伤害。接下来给大家演示如何格挡成功。这里我们发现云梨行动之后，对面怪物就要行动了，然后我们在对面怪物要行动的时候，立刻按下大招键，然后对面的怪物就会打我们 ，nice， 格挡成功，然后砍出一个爆炸的格挡成功伤害。这就是云梨这个角色的弹刀机制。现在你知道为什么我说这个角色不能挂自动版？因为它的自动 AI 是有大就放。那你有大就放，你这 AI 也太弱智了。看见没有啊？自动情况下几乎全是格挡失败的情况，所以云梨是一个相当不建议去挂自动的角色啊。但是它还是给手残的玩家设置了一个保底机制。什么保底机制呢？实战中，如果你格挡失败了一次，那么下一次大招打出来的伤害一定是格挡成功打出来的伤害。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啊，我们先格挡失败一次，来 ，OK， 格挡失败了。然后格挡失败之后，它身体左下角这里就会亮啊，意味着我们下一次必定会格挡成功。然后我们再故意格挡失败一次啊，来 ，OK。但是这一次打出来的却是格挡成功的伤害，并且这个保底呢，只会在你下一次格挡失败的时候才会被消耗。如果你下一次格挡成功了，是不会消耗这个保底，保底会一直存在。最后再来说一些它的额外能力吧。它的秘技，使用秘技之后进入战斗之后，会立刻释放一次格挡成功的大招，并且本次攻击的伤害提高80%。然后你在释放大招格挡的时候呢，会有一个免控的效果，并且受到的伤害降低20%。以上就是云离这一个角色的所有技能机制了。经常看我的老粉丝都知道，我的视频风格就是把所有复杂的文字简单化，致力于就算你是今天第一天入坑新铁的玩家，也能完全看懂这个角色的技能是什么意思。我个人觉得我已经把它讲得很清楚了啊，希望对你有所帮助。如果能给一个免费的赞的话，那就更好了，非常感谢大家。接下来我们进入实战环节。在实战前，我先跟大家说一下云离的配对应该怎么配。简单明了一句话，克拉拉怎么配，云离就怎么配。目前云离有2个 T0 队伍，云托鸟货或者云花鸟货，这2个队伍的总体输出是差不多的，都是云离的最强配对。其中2位同鞋角色的下位替代从高到低分别为软梅、寻猎3月期啊，寻猎3月期怎么用？我会下一期视频专门出一期来告诉大家的。这期视频我就不讲寻猎3月期的技能啦。布洛尼亚、平云、艾斯达。至于生存位霍霍的下位替代的话，没啥好说的，有什么生存上什么生存就可以了。如果你的队伍你对他足够自信的话，你甚至可以上一个存护3月期，来进一步增加云离受击的概率。正式实战之前，先给大家看一下面板，灵魂0+1的云离，然后带着大弓4件套加萨尔索图2件套，行迹点满了啊，具体属性是这样一个样子的。然后队伍里的其他角色也都是灵魂的。先给大家展示一个平民毕业云离队伍的实战啊，云离是0+1的，然后其他队友呢都用上了最好的队友。开局直接一个免费大招砍上去，好的，把所有拐都上去。花火这边我们先不要拉云离，而拉知更鸟，然后知更鸟就可以慢步慢步啊，是吧？然后呢，我们差不多看着对面的怪物的行动条，准备格挡啦。这只怪已经快要行动了，看见没有？好，按下格挡。哎，格挡成功！喜不喜欢妹妹的大铁剑27万伤害，来再格挡成功！闪电旋风劈34万伤害，这就是云离在实战中的一个玩法了。哎，好，我们现在能量又有了，等怪物在行动的时候，我们再按下这个格挡就完事儿了。其实实战过程当中，只要你足够熟练的话，它是不会出现格挡失败的情况的啊。好的，现在对面的睡眠怪又快行动了，云离准备格挡，吃我一剑，天下第一剑，白帝圣剑，御剑跟着我，45万的伤害。知更鸟大招结束了，一个 E 技能，然后等一下霍霍直接给他能量补满，然后他又可以慢播了。慢播，对面的怪物又快来了啊！来了的话，我们再进行格挡。好，格挡。哎，这一次怪物没有打我们，而是选择对我们进行上 debuff。上 debuff 的话，这个格挡是不会触发的，所以我刚刚格挡失败了啊。
不过格挡失败呢，也让我获得了一次保底可以打出强化大招的机会，所以我现在肆无忌惮的放大招，也能打出格挡成功的伤害啦。看看能不能直接把第一条命带走，48万伤害带走第一条命。好嘞。哎呦，现在没有大招啊，不能进行格挡啊，但没有关系，反击还是有的。反击。再反击，大招有了啊！实战中，云离被打的次数越多，他的这个回能回的也就越多，所以云离在场上，他的嘲讽值其实是很重要的啊！大家尽力想办法提升他的嘲讽值。拉知更鸟吧，知更鸟再上来慢播一下。好嘞。火火加伤害，云离格挡，一剑下去37万伤害，再来38万伤害带走，最后打了一个3T。我知道你们接下来想看什么，你们想看这一次托帕有没有买到榜？答案是当然有买到。你直接把真托队伍里面的真理医生给他换成云离，队伍的对群能力就会变得更强一点，算是托帕队伍的加强版。但是队伍里面云离的伤害是会变低的啊，毕竟少了花火的辅助。给大家展示一下，云离一剑27万伤害。之前有花火辅助的情况下是37万，不过呢，由于托帕自身也是有一定输出能力的，所以托帕就能弥补这个伤害空缺。我们来看一下，猪猪跳一下，12万伤害，总体伤害呢和刚刚那一个花火队其实是差不多的。不过虽然伤害差不多，但你要问我个人会选谁，我会选花火。因为花火的灵活性要高很多，它甚至可以拉知更鸟，提升全队的 buff 覆盖率。所以花火队我打了3T， 而这个队伍我只打了4T。看完了平民毕业队伍的伤害，我们再来看一下更平民的非毕业队伍的伤害。这边我是把知更鸟和花火换成了寻猎3月期和停云啊。至于寻猎3月期的用法呢，本期视频先不说，我会在下期视频给大家带来详细攻略。OK， 一个大招19万伤害，再来一个大招，又是19万伤害，这就是一个平民非毕业队的云离的伤害啦。看完了深渊实战，屏幕前的你可能又会有疑问了，他打虚构叙事这种经常刷小怪的副本怎么样呢？答案是，他是虚构叙事里最强毁灭角色。如果现在要给虚构叙事的角色进行一个排名的话，第1名是翡翠，第2名是黑塔，第3名就是云离了。我们来看一下，好的，一剑下去全部清掉。OK， 我大招还有一次，没想到吧？再一剑下去全部清掉，我的大招又快满啦啊，又满啦！来，继续格挡，再一剑下去，全部清掉。其实这个好像已经赶上黑塔，甚至有点超越黑塔了哈。我还故意没有上翡翠呢。你想想，我这波如果上一个翡翠，然后翡翠指定云离为收债人，这个不要太快了，好吧？好的，来多打我 ，nice， 大招又有了。再全部清掉，对面小怪就只剩2只了。你看我这在没有上任何致时角色的情况下，虚构叙事居然满分了，虚构最强毁灭的称号，云离肯定是没得跑了。以下这一段文字可以作为灵命云离的一个总结，大家可以截一个图消化一下，希望对你有所帮助。至于仪器方面，我在这里给大家详细对比一下大弓4件套和物理4件套。我们先来看一下大弓4件套的表现啊。目前我的大弓4件套的面板是这样一个样子的，除了云离输出的部分，其他人输出的部分我就快进了。
云离一个一技能22545的伤害，然后进行一个大招反击183000的伤害，再一个小反击27000的伤害。其他人的部分我们再快进一下啊，来到云离的回合，一个一技能53000，然后我们看看大招反击是多少伤害啊？大招反击302800的伤害。现在我们把所有大弓套换成属性面板一模一样的物理套，嘿嘿，这创作体验服就是那么方便，它会专门放一些属性面板一模一样的仪器供我们测试啊。那具体属性和刚刚完全一样，完全没有变。我们用这一套物理套再实战一下。操作手法和刚刚一模一样，完全没有任何变化。第一下打了20898，然后我们准备进行大招反击。第一下大招反击打了163089，然后一个小反击14000，这个14000的伤害应该是没有暴击，如果暴击了应该能达到2万多啊。来，再一个一技能56000的伤害。然后第二下大招反击打了258900，如果说只实验1-2次，你还可以说那有暴击误差啊。但是呢，其实我是试了20-30次的啊，20-30次打出来的总体结论就是大弓套确实会比物理套好那么一点点，但好的不多。屏幕前的你如果能带大弓4件套就带大弓4件套啊，但是如果你的物理套附属性更好，就给它先用着物理套，也没有什么太大问题。所以云离的仪器带法就非常明了了。外圈大弓4件套或者物理4件套，内圈缺暴击用塞尔索图，不缺暴击用都兰2件套。衣服的话带双爆，鞋子攻击力，球物理伤害，绳子还是攻击力。说完了仪器，再来说一下它的光锥。专属光锥落日时起舞强不强？我说一个总结，很强。但是落日时起舞强的并不是它提供的数值，而是它可以使装备者受到攻击的概率大幅度提高。现在我仪器照样用刚刚的那一个大弓4件套没有变啊，但是我把它的光锥给它换成无可取代的东西，我们打一场实战看看。我把刚刚带着专关的数据也放在这里给大家对比一下。先一个一技能21733的伤害，然后我们进行一个大招反击，反击打出了16万的伤害，但是看见没有，第3下的小反击我们直接空掉了，因为我们缺失了专关的嘲讽。好的，第4下一技能57000的伤害，最后一下大招反击28万的伤害，但是由于缺少了一次嘲讽反击，导致他大招都还没满。之前我带着专关的录屏打到这里的时候，大招是可以直接使用的哦。也就是说，光看数值的话，落日时起舞只比无可取代的东西超过了10%左右。但是落日时起舞可以让它受到攻击的概率大幅度提高，而云离在受到攻击的时候，不仅可以免费释放一次数值等同于 E 技能的反击，并且它还会额外恢复15点的能量。这额外恢复的15点能量又可以促进终结技的循环，所以实战过程当中，专光其实是可以超过无可取代的东西20%多的。但是如果你实在不想抽专光的话，下位替代最佳的就是无可取代的东西以及到不了的彼岸。这两个光锥实战总体输出都是专光的80%左右一点。然后呢，你也可以使用精炼5阶的记忆卫星神的陨落，也差不多是80%多一点。至于4星还有3星的光锥，没有适合云离用的啊。总而言之，最下位替代就用记忆卫星神的陨落就完事了，毕竟是免费的嘛。接下来测试星魂提升，我专门把暴击率给拉满了，避免暴击率带来的误差。一魂
格挡失败和格挡成功的伤害都提高20%，并且格挡成功后额外造成伤害次数从6次变成9次。一魂虽然是最简单的数值提升，但是相当的力大专飞，立竿见影。根据本人测试，整整提升了33%的伤害。二魂发动反击时无视目标20%的防御力，也是简简单单的数值提升。不过呢，二魂的提升幅度就没有一魂那么立竿见影了。提升幅度差不多在11%左右，比较平平无奇的一个新魂。三魂终结技等级加2，普攻等级加1。由于实战过程中它主要是靠终结技打伤害，我也给大家对比下三魂和二魂。哦哟，这三魂例会可爱的捏！提升幅度差不多在一个9%左右，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四魂，不管是格挡失败还是格挡成功后，都会有一个持续1回合的效果抵抗提升50%。四魂没啥好说的，很容易理解。五魂战绩等级和天赋等级都加2，战绩和天赋都不是它的主要伤害来源，所以五魂挺鸡肋的。我们来看六魂，格挡期间，敌方主动释放技能，无论是否攻击云离，都会触发格挡成功，同时移除格挡效果。那这时候你可能就要说了，云离释放大招期间，他不是会嘲讽敌方全体吗？敌方是一定会攻击云离的呀，这个效果有什么用呢？你会这么问，一看就知道你没有仔细看我前面的视频。云离释放大招的时候，如果对面怪物释放了非攻击类技能，就比方说可可利亚现在使用的锁定技能，会判定他格挡失败。但是点了6命之后，不管对面释放的是非攻击类技能还是其他任意技能，只要对面行动了，就一定会判定为格挡成功。也就是说，点了6命之后，你只要无脑看行动条上怪物快行动了，就直接按 Q 就完事了，不用特意去记怪物下一回合是否会出攻击类技能。除此之外，6命还有暴击率提高15%，物理抗性穿透提高20%的效果。只能说不愧是高贵的抗性穿透神区。就算我不看这15%的暴击率，只看伤害的提升，也提升了34%了。如果再算上15%的暴击率，6魂的提升要奔着40%多去了。视频的最后，我再给大家解决一个疑问：云离能不能打灵替呢？答案是可以，但毕竟他是一个被动反击的角色，要打灵替的话，比主动出击的角色要更难。所以我在这里使用了一些骚套路，我给大家展示一下啊！我奶妈都没有上，就为了打灵替。然后云离这边，我故意格挡失败一次。为什么要故意格挡失败呢？那是因为要把那一次保底存到第2关的银之身上，这样我们在打第2关的 BOSS 银之的时候，我们云离就有了一次主动打出格挡成功伤害的机会。怎么样？我聪明不聪明啊？好的，我们打右边这只怪，右边这只怪血量比较多，来，然后他反击我，我反击他，谢谢你送出的能量呢。知更鸟的大招也先留一下啊。停云这边战绩点够就开大吧，毕竟停云的能量我也是需要的啊。来，接下来进行格挡。哇，我这没带奶妈的话还是有点悬的，但是到了第2关就安全了。第2关知更鸟直接鸟叫，停云的话这边普攻一下能量应该就满了，我们普攻。好的，但是停云的大招先别开，大招留到银之的第2条命再使用。花火给云离增一个伤。银之第1次行动的时候不会打我们，我们等他第2次行动的时候再释放大招啊 ！Nice， 来直接释放大招，然后他就会插我们一下，我们格挡直接秒掉，喜欢吗？然后停云直接又把他的大招补满，然后我就能主动的砍出一发格挡成功的伤害啊！喜欢不喜欢？
来，花火再一技能拉一下，我们再砍啊。好，来，应该能秒掉吧？求求了，秒啊！哎，舒服了，0T。最后给他做一个系统性的总结吧。我个人觉得0+0就很好用了，0+0是完全体啊，带克拉拉的光锥或者带记忆卫星神的陨落都是没啥问题的。如果你非得要给它拉练度的话，个人觉得优先0+1，因为专武的这个受击概率提高真的很香。然后呢，1+1就是完全体了，2、3、4、5，说实话我觉得很没必要啊。然后1+1之后，你就往6上面点了。你如果不点6的话，就没必要往上点了。以上就是云离测评的全部内容了，希望对你有所帮助。个人感觉讲的相当之详细了，看在我那么辛苦的份上，可不可以给一个免费的赞回归选呢？非常感谢大家。最后祝你欧气满满，身体健康，再见。